大家好，我是金健。这个视频我讲一下生产制造企业的响应式供应链。这是一些声明。本视频的内容是基于生产制造行业的业务流程，跟 SAP 系统标准功能呢有差别。我们知道供应链对于企业的运营至关重要，企业需要建立可持续的供应链的目标，并不断改进。比如通过与供应商合作来持续改进响应时间、一致性、成本和产品可用性，来减少供应链中的浪费，从而提高订单到交付的绩效。那么，什么是响应式供应链呢？传统的供应链追求的是 just in time 准时性，根据计划让原材料在需要的时间送到生产线上，以此来减少库存、降低成本。而响应式供应链追求的是快速响应，因为生产运营总会碰到非计划的突发的因素。如果能从快速响应的角度来满足生产需求，同样也可以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相对于 just in time 响应式供应链的区别，在追求 just in time 的供应链里往往需要和供应商谈判来减少库存。我方减少库存的同时，往往需要供应商来多备货，这样才能保证发生特殊情况的时候材料也能及时送达。如果以响应速度为目标，是需要和供应商合作来提高速度，把供应商的供货周期也考虑在内。另外传统的 just in time 更多的是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标，而响应式供应链更多的是以满足整体生产运营的效率，仅仅在发生问题和异常中恢复而加快速度。还有就是 just in time 需要对计划外需求而增加库存，而响应式供应链根据不同的原材料的响应时间，对必要的某些原材料流程提供战略库存缓冲，来应对那些响应周期较长的原材料。下面这个图是响应式供应链的离碳要素，时间从左往右，我们从这里开始看。首先是订单发出时间，这个是从我方确认订单需求到供应商收到装运通知的计划时间。接着是供应商时间，是供应商从收到装运通知到实际装运零件所需的计划时间。接着是运输时间，就把零件从供应商处运输到指定收货地点所需的时间。如果供应商负责提供运输，那么运输时间包括在供应商时间内。接着是配送时间，从指定收货地点收到零件到交付到零件使用点或间接工艺地点的时间。接着是间接处理时间，收到零件后在不改变零件号的情况下，最终准备最终使用的零件所需的时间，例如热处理或者涂漆。整个这段时间，从订单需求确认到零件到达使用点，包括了订单发出、供应商运输、配送时间等时间，称为供应链的响应时间。然后再看上边是供应商准备零件的时间。首先是材料获取时间，供应商获取材料用于零件加工所需的计划时间。材料处理时间，供应商对零件进行加工活动的计划时间。加工完了以后，如果收到发货通知，接下去衔接供应商处理时间。这种情况是对于供应商生产零件的周期提前于供应链反应时间。供应商需要计划生产，并把零件作为库存来存储。那么一个问题是供应商需要存储多少零件呢？这取决于供应商的生产周期。比如供应商生产零件的周期比较短，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建立一定的库存作为缓冲 buffer。当供应商收到订单以后先从缓冲库存发货，同时开始剩余零件的生产，并完成整个订单需求。
比如呢，供应商预留40个零件库存呢作为缓冲，当我需要100个零件的时候啊，那先发那40个，剩下的60个供应商开始处理，还能来得及满足我方的需要。这里的原材料处理啊，是指针对这个预留缓冲库存的部分，而供应商处理啊是准备剩下的60个的部分。这样呢，在充分考虑到供应链反应速度的前提下呢，尽可能减少库存。另外呢，这个 buffer 呢也可以是供应商的原材料或者是再制品。再进一步看了，如果供应商准备零件足够快，可以在收到订单确认以后再开始处理零件，并可以满足我方的需要。这时候啊，就不需要单独的原材料处理时间，供应商的原材料获取时间就直接呢衔接供应商的处理时间，这样呢也不需要库存呢做缓冲了。这种情况呢是最经济高效的方式。供应链流程的改进啊，应该向这种按订单生产的方式发展。很多大型的企业啊，整个产业链呢都是自己的下属公司，所以呢就不能只看某一点的效率，要考虑上下游啊整个产业链供应链的响应时间。另外呢，这个补货方法在响应式供应链里啊也很重要，需要根据不同的零件属性、客户需求等特性啊，和产品的可用性等目标啊，来选择补货方法。常用的补货方法有这么几种。首先呢是按特定顺序的订单，按特定顺序啊交付到使用点，按单产生需求。然后呢是需求驱动的固定时间表，类似于框架协议啊，还有看板触发。这个呢，了解生产流程的应该知道。还有通过预测驱动，就是 MRP 驱动的补货。那把离 time 要素与任何补货方法结合使用，设计有效的补货流程，来实现呢更高效的响应式供应链。最后再说几句啊，响应式供应链呢是一种策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啊，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来运用。生产制造企业和贸易零售企业就不一样，供应链在本地和供应链呢通过全球运输呢又不一样，没有一定的好和不好啊，只有适合和不适合。做企业咨询的时候啊，要先做业务分析、流程梳理，然后呢才是用系统啊来支持业务发展。如果仅仅说系统有这个那个功能啊，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SAP 啊可以支持各种供应链管理，比如啊针对不同的物料设置离碳，应用不同的补货策略，开发报表跟踪、分析供应链的响应时间啊等等。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